阿诺，这个字念胖，意思是丰腴圆润。你能用这个字说一句话吗？阿诺知道了。二师兄吃饭用盆，肚子胖得像大西瓜，走路像小鸭子，睡觉呼噜像打雷雷。善，用词很精准。师父，我感觉我的道心受到了严重伤害。二师兄，阿诺还没说你的屁屁像南瓜呢。师父，大家都说六一守护童心，童心到底是什么啊？童心呐，我知道，童心就是每天随便玩，想吃多少果子就吃多少。那你们各自用一句话说说，眼中的童心是什么？童心者，心无杂念，待人至诚，处事纯粹。简单点说，就是每天开开心心，没有烦恼。童心就是喜欢美好，愿意分享，喜欢身边所有人。稚子之心，澄澈无瑕，童心无关年岁，无关朝夕，历经世事仍心怀善意，便是最好的赤子之心。愿诸位少年孩童眼里有光，心中有爱。谢师父。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，喜乐绵长。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，喜乐绵长。雨天湿气重，草药得摆匀了，避开雨丝，不然受潮就没用了。顺应天时，才能做好事。雨天自有雨天的乐趣，不必强求出门，静下来便能体会其中滋味。下雨好无聊啊，不能上山摘果子，不能练剑，只能蹲在这里看雨。下雨啦，哗啦啦，阿诺包子嘎嘎嘎。二师兄，陪阿诺玩捡石子好不好？阿诺有好多好看的石子。好，陪你玩，不过你可别嫌师兄捡得慢啊。不嫌弃，二师兄最好啦。师傅，你看阿诺摆的小圈圈像不像道观的月亮门？像。我们阿诺手真巧，雨天不能出门，便安下心来玩，顺应本心，不慌不躁，便是最好的状态。二师弟，二师兄笨笨，我找，马上找。谢谢大师兄，小心点。热茶好暖呀，下雨天喝热茶太舒服啦。日子本就该这样，顺应天时，不抱怨，不急躁。原来下雨天也不无聊，有热茶喝，有阿诺陪，还能看雨，也挺好的。道家讲静能生慧，雨天闲居道观，煮茶看书，于平凡闲居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尽享当下的美好。我懂了，下雨天就好好喝热茶玩石子，和师傅师兄在一起就是最开心的事。希望雨慢慢停，这样我们就能一直这样喝热茶玩石子啦。彩虹好漂亮。顺应天时，自有美景。师傅，贡品少了一个，此事关乎门规，必须彻查。世事洞明。师傅，阿诺刚才看见一只小老鼠想偷吃桃，阿诺就帮老仙仙爷爷先吃掉了，这样老鼠就偷不走啦。阿诺护供有功，善哉。师傅，你这是包庇。大师兄，这个给你种，明年就可以给老仙仙爷爷好多好多桃子啦。嘿嘿，看，我剑法比你快，比你帅，你这叫耍猴，不是练剑，根基不稳，花里胡哨。你胡说，有本事再比一次。你修为比我深10倍，胡说，比就比，输的扫1个月茅房。
比本事有什么用呀？你们抢来抢去，包子不会变多，力气会变少。你们再吵，阿诺的包子就不给你们吃了。争输赢比高低，心就乱了。心一乱，修为就停滞，得不偿失。你们可曾想过，这世间万物皆有灵根，你争我夺。别吵啦，吃包子心就软啦。以后不许再抢啦，一起减龄吃包子多好呀！夫唯不争，故无忧。怎么了呀？小花猫，你是你的眼睛，画出一道痕迹，画入不中语言，一封追忆，画入为你弹琴，回忆成了满地，怎么变？二师兄，你在吃什么呀？阿诺的杜杜说，他也想认识一下这个香香的东西。没什么，我在练功，闻香识味。可是二师兄，你的口水都流下来了。二师弟，我的鸡腿呢？大师兄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师兄的鸡腿真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。二师兄最好啦。时序入夏，如今已是小满时节了，不懂这节气藏着什么道理。世间节气皆藏处世大道，小满便是通透的人生境界。老夫送你们一首心境真言，谨记于心。花未全开月未圆，半山微醉尽余欢。何须多虑盈亏事，终归小满胜万全。师傅，花不开满，月亮不圆满，难道不是缺憾吗？花开至全盛，便会渐渐凋零；月亮圆满之后，必定慢慢亏缺。万事走到极致顶峰，皆是下坡之路，留有几分余地，才是长久之道。我懂啦，不必什么都拥有，简简单单开开心心，就胜过一切圆满。清源观，天隐山，阿奴本是小仙丹，能跑能跳不偷懒，识得岁宝乐漫漫，慢慢慢，关山山，仙奴石宝在山湾，弯绕关，关客山，阿奴石宝笑弯弯。食完饱啦，回观吃饭。阿那肚子咕咕叫，阿奴，吃饭啦！来啦来啦！二师弟，这是要包给山下信众祈福的，你再吃就不够了。我替他们先尝尝甜不甜。师傅说过，端午要甜甜蜜蜜嘛。师傅，那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呀？古时候有位屈原先生，一身正气，人们怕江里的鱼儿扰他，便投粽护之。这粽子呀，包裹的不仅是米，更是思念与安康。那阿傩把安康顶在头上，就百毒不侵啦。你这是粽头戏，是重头戏，没文化。端午阳气最盛，古人在此时挂菖蒲饮雄黄，为的是驱邪避疫。但最大的安康来自内心的光明与正气。心中有光，暑热不燥；心中有爱，五毒不侵。就像我吃枣时内心充满爱。你那是对红枣的爱。粉丝哥哥姐姐，叔叔姨姨，阿傩包的粽子送给你们，愿你们粽香满堂，岁岁安康，烦恼总会过去，
美好接踵而来。端午节安康。记得要吃甜甜的粽粽哦。磨豆浆要慢要匀，急了磨不细，喝着就不香了。凡事都要顺势来。磨豆浆太费力气，不如睡个午觉舒服。师傅可千万别发现我偷懒。磨完豆浆煮好后，谁偷懒谁就没得喝哦。大师兄，我来帮你，我最能干了。落叶落叶飘呀飘，清源观里真热闹。师傅这片叶子红红的，像小扇子一样。好看，落叶归根，顺其自然，每一片叶子都有它的归宿。落叶也会想家吗？阿诺有家，有师傅师兄，不想离开。会的，心安之处便是家。二师兄笨笨，阿诺帮你。哎呦，烫烫烫，小心点儿，天柴别贪多。师傅，豆浆什么时候能好呀？阿诺好馋，想喝甜甜的豆浆。师傅说了，这盘肉需念完清净经方可食，这是对食材的尊重。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。开动了。肉呢？阿诺刚刚问了老仙爷爷能不能先吃再念，老仙爷爷没说话，那就是同意啦。不可能，你怎么问的？阿诺在心里问的。二师兄，你心不诚，所以听不见。心诚则灵，二师兄，你的缘分未到。啊！大师兄，你写个道字怎么抖成这样，像在画符驱鬼？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在模拟临考状态，一想到全国中考学子，我就替他们紧张。人家学子寒窗苦读，你连《道德经》都背不全，少操心了。紧张并非坏事，适度的紧张，如弓弦拉满，箭方能远射。师傅，那阿诺想要天上的棉花糖。啊，志向很远大嘛。中考是人生第一座需要独自攀爬的山峰，但学子们别忘了，你们笔下有千日积淀，心中有师长教诲，背后有家人目光，这些都是拂过心头的清风。所以师傅，心静自然笔稳。不错，遇难题如遇乱石，心若不乱，步步可登。阿诺也要考试，这个圆圆的是月亮，月亮上有兔兔，兔兔在啃笔杆杆。哇，那你这个作文立意倒是很超前。修道之人讲究守一，考生亦然。守住所学的每一分知识，守住内心的沉稳与自信。考场之上，你是自己的将军，笔是你的剑，答题卡是你的疆场。我突然觉得自己能替学子们上场了。你先替我把桃子核扔了吧。全国的中考哥哥姐姐，阿诺把加油送给你们。中考顺利，金榜题名。三师兄，你的名字叫清远，师父的道号是清源道长，都带一个清字，听起来好像呀。对啊对啊，一个清源，一个清远，难怪感觉气质这么合。家父与清源道长是至交，当年为我取名，便是道长与之父一同定下的，取自朱熹先生的诗：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
问渠哪得清入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阿诺知道吗？清是心要澄澈明净，不被杂念浑浊。是的，源是守住本心源头，不忘根本。远是目光长远，心怀格局，不困于眼前得失。师父道号清源，意在守本源，心清澈。我名清远，意在守清明，行致远。一源一远，一脉相承。父亲与师父都希望我做人如这方塘之水，守住本心源头，长存活水，内心清明，行而致远。原来如此，一源一远，名字里藏着立身之道。我这下懂了，心要干净，不忘本源，还要不停长进，就像活水一样。早啊，默默。早啊，小山。谢谢，默默是灵狐，可聪明了。小狗是小笨狗，但也很可爱。你不笨，你只是没有默默聪明，但没关系，笨有笨的可爱。阿诺，你这两个小东西比你还能干。那当然，阿诺教得好。阿诺，你现在有师父、师兄、小狐狸、小狗，你都快成动物园园长了。阿诺不是动物园园长，阿诺是小可爱，默默和小狗也是小可爱，三个小可爱在一起就是3倍可爱。好可爱的小狗，阿诺，你能不能让我抱抱？能，但你要请小狗吃包子，小狗最爱吃包子了。阿奴，你这只狗太乖了，我也想养一只。那你养啊，养小狗很简单的，每天喂它吃包子就行。我爹不让养，说养狗掉毛，弄得满屋子都是。那你可以养默默，默默不掉毛可漂亮啦。但默默是阿诺的，不给你。晒菜干，晒菜干，迎着晨光晒菜干，得翻云，得晒透，冬天才有菜干吃。又偷摘师傅种的果子，小心被师傅罚扫庭院。放心，师傅才舍不得罚我。再说，我摘2个给阿挪吃，不算偷。师傅，你看，阿挪捡的宝贝亮晶晶的。我们阿诺捡的都是好宝贝，顺其自然，慢慢找，总能捡到心意的。师傅，你在缝衣服吗？阿诺也帮你。我们阿诺还小，慢慢来，做事情不必急，用心就好。二师兄笨笨，二师兄阿怒教你要轻轻拿。好，阿怒最聪明。那是当然，不用练剑，不用比拼，我们每天这样，还能吃果子、捡石子，多自在。日子本就该这样，不慌不忙，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事就很好。道家讲道法自然，万物自有其序，日子也便一样，不必强求太多。阿农懂啦，就是每天有包子吃，有师傅师兄陪，慢慢捡宝贝就是好日子。以后每天我们都一起晒菜干、捡宝贝、吃果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顺其自然，岁岁相伴。咦，三师兄林清远像大师兄一样温柔吗？还是像二师兄一样爱闹呀？他呀，最是温文，和你一样，心最软。回来了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师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弟子拜见师父，求学数载，今日归家。回来就好，观里的门一直给你开着。你便是阿诺吧？来，师兄给你带了桂花糕。谢谢三师兄。三师兄，你以后还走吗？外头诸事皆已妥善了结，往后便归居观中度日。上次我往大师兄里脸上涂果汁，就你话多。儒门的夫子说，仁者爱人。
你修儒知仁义，我道门讲不争。儒是入世的温良，道是出世的淡然，殊途同归。修一颗善心，做一个端正之人。入世以仁心待人，出世以静心自持。三师兄，阿诺不懂诗书，但阿诺知道，心里温暖，身边有人，就是最好的日子。心安处即是家。好饿啊，妈妈，阿诺好饿。哇，好多好吃的！妈妈，阿诺吃饱啦。阿诺吃饱啦，吃饱啦。真好吃呀！明天再梦一次好不好？师兄，面团造反，他打阿诺。吃团欺负阿诺，阿诺要把你吃掉，蒸100个。稳住，稳住！阿农的包子不能摔。包子比阿诺重要，新鲜出炉的包子，阿诺亲手包的，不好吃不要钱，好吃要给钱。1个铜板2个，2个铜板不卖，因为阿诺算不清。阿挪，这可不是啃鸡腿，没那么简单。你要是能中1只，师兄把私藏的桂花糕分你一半。啊！此乃赤子之心，无欲则刚，无念则忠。大师兄，桂花糕；二师兄，你的也要分我一半，因为你说阿挪不会种。老子俗捣三，清源观，天隐山。阿怒是个小神仙，能吃能睡有力气，蹦蹦跳跳游山间。晨起追着流云跑，闲来奏却坐石边。道观日日无烦恼，吃吃喝喝乐无边。
大师兄，你也要吃包子吗？哎，不对啊，这小丫头平时护食的很，被抢了东西不该又哭又闹吗？怎么还问我喜不喜欢吃？哈哈，小阿诺，够不着吧？想要包子，求大师兄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老子数到3。当年我上山前也参加过高考，那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！你不是说你那届是千军万马过速道吗？不要拆穿。高考是人生一度，度的是10年寒暑，度的是少年意气，但这并非终点，而是让你们看见更广阔天地的渡口。师傅，渡口有船吗？有，知识是舟，心态是帆，坚持是桨。每一道飘带都是一份祝福，但真正让梦想起飞的，永远是你们握笔的手和从未放弃的心。我写的是考的都会，朴实无华。我写蒙的全对，更实在。阿诺画的是哥哥姐姐爬到高高，摘到亮亮的星星。你看，山很高，但画里的人更高，因为人心之志可越山海。那阿诺以后也要爬高高，去最最好看的大学。有志向，到时候师兄给你送盒饭。10年磨一剑，高考学子们，请相信，每一道深夜的灯光，每一张写满的试卷，都铺成通往理想的路。加油加油！大学的饭听说特别好吃。重点又偏了。祝全国高考学子考试顺利，考上理想大学。师兄比烤鸭还帅。娘亲要是在我身边，应该不让我饿肚子吧。河神爷爷说，每划一根，能看到心里最想看的画面。阿诺想看看吃的。这么快就麻油啦？阿诺还麻油吃呀？想看看娘亲。娘亲，娘亲，还剩下最后一根了，看看以后的我。师傅，好像有人在看着我。他是谁呀？阿诺不认识他。他会给阿诺吃肉包子吗？可怜的孩子。
这是你应得的。这孩子以后运气会好起来，能凭感觉挖到好东西，饿了有钱买肉包子吃。